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花生是生活中常见的坚果，营养价值很高，适当吃也有很多好处。但有很多血糖高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吃花生，吃花生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？下面木子就给大家说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花生含有哪些营养成分。花生中富含维生素、蛋白质、纤维素以及微量元素。如果适当吃的话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血液循环，降低胆固醇，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的帮助。但要注意的是，花生含有大量植物油和脂肪，如果吃多了，也会引起血糖和血脂升高，对健康非常不利。所以血糖高的人是可以适当吃花生的。那如果发现自己血糖高，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饮食，积极的进行运动，也可以常吃辅助降糖的食物。给大家推荐桑叶，桑叶营养价值很高，桑叶中富含生物碱和黄酮类物质，可以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帮助平稳血糖。大家可以试试酸痛脖子僵，每天2个动作，打通淤堵，拯救僵硬的颈肩。动作1，自然的站立，将2手手臂弯曲叠放在一起，放在胸前，注意手肘要与肩膀平行，手背朝上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将2手手臂向外展开，肩膀尽量的分开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动作2，也是自然的站立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下垂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2手手臂由上向后的画圈，画圈幅度可以先小后大，这样反复做50次就行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可以每天交替着做，因为肩颈是我们人体气血运行的路口，所以经常练这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打通淤堵的地方。每天坚持，颈椎、肩膀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。刚做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会不适应，还会出现疼痛的情况。不过只要坚持做，就能够看到效果。现在很多人由于工作性质或者是不良的习惯，长期保持一个姿势，那经常呢会出现肩膀酸胀、脖子僵硬的情况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这种情况，让肩颈更健康。当出现颈肩不适时，大家呢可以站起来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手臂在左右两侧旋转，这样旋转360度，旋转2圈之后，再将2手握住，然后向后拉伸，这样拉伸10秒，再重复做6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淤堵，促进肩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肩膀酸痛、颈椎疼痛、脖子僵硬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那经常坐着的上班族很容易出现肩颈痛、身体僵硬的情况，这是因为呢长期久坐使得身体血液循环变差，所以大家不妨常做一做这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对身体有很好的改善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想要减肥就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可是有几个人能坚持住呢？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，不妨在睡前抽出一点时间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，燃脂效果非常好。做的时候在地上铺个垫子，俯卧在垫子上，然后用前臂和脚趾支撑身体，最好让颈部和后背在一条直线上，臀部尽量向上抬起，这样让身体成一个倒 V 字，双手手臂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头部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坚持一会儿，如果累了呢，就休息一下再做。每天睡前做这个动作3到5分钟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感觉颈部、肩膀还有大腿后侧有拉伸感。这个动作对手臂、腹部、背部以及腿部都有很好的减肥效果。减肥不是1天2天就能瘦下来的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一般只要坚持下去的人都会瘦哦。不过还要保持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减肥才能事半功倍。话说人老脚先衰，养生先养脚。其实在我们脚上有个长寿穴，每天按一按可以达到养生防病的作用。这个养生穴位就是涌泉穴。涌泉穴在我们脚底，找穴位时将脚蜷起来，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，是足少阳肾经的穴位。我们按摩这里时，可以每天睡前洗完脚，坐在床上，将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上，脚心朝上，然后用拇指的指腹进行搓揉。
稍微的用些力气，这样反复的按摩3到5分钟，直到脚心发热为止。也可以用我们的大鱼际处进行搓摩，经常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可以帮助疏通血脉，保护心血管，而且还有调控血压的作用，能够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快，对排毒有帮助。如果能坚持按摩，还能够改善睡眠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养生用，大家不妨试一试吧。烟对身体有很大危害，很多人也是意识到了这点，所以下定决心要戒烟。其实戒烟最难熬的有3个时间段，若能扛过去，或许戒烟就算成功了。第一个，戒烟7天之后。很多烟民戒烟7天之后，由于是刚刚戒烟，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，比如失眠、食欲不好、浑身难受等。其实这个时间段也是最难熬的，很容易让人前功尽弃。如果这时再重新吸烟，会对肺部造成更严重的伤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忍住。第二个，戒烟3周之后。如果戒烟到了第3周，已经熬过最难熬的7天之后，这时身上不适的症状就不会很明显了，对香烟的依赖性也会逐渐消失。这时也一定要忍住，不要放弃。第3个，戒烟1年之后，熬过了上面这2个时间，戒烟1年之后，基本上也就算戒烟成功了。只要不重新吸烟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肺部会慢慢的变好，对身体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戒烟是难熬的，所以大家最好坚持。若能熬过上面这3个时间，那么你就能成功了。戒烟的时候，大家还要注意离吸烟的人远一点。如果非常想抽烟的时候，可以找一些食物来代替，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，这样对戒烟有帮助。经常失眠不是小事，很多人都不以为意，时间长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伤害，所以我们应该及时调理。那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缓解失眠呢？不妨在睡前做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敲手指，伸出我们的双手，手掌弯曲，食指指尖相对，这样有节奏的敲打，力度稍微大一些。睡前敲打3到5分钟，这样敲打手指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睡前做一做，能够帮你提高睡眠质量，改善失眠。而且中指指尖还是心包经的起点，这样敲打还能够保护心脏，同时还能增加热量，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除了这个小动作外，大家平时还要多运动，可以经常出去跑步、游泳、练瑜伽等，或者多吃一些助眠食物，能够帮你尽快的摆脱失眠的状态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不要再忽视失眠问题了。经络是不是通畅，关系着身体的健康。由于现在的人不爱运动，吃得太复杂，所以很多人会有经络堵塞的情况。那经络堵塞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身体出现疼痛。中医认为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如果身上有经络出现堵塞，那么身体某些部位就可能会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身体感觉到冷，最常见的应该就是手脚冰凉了。如果出现发冷的情况，也要小心，可能是经络不通导致的。若你出现上面这2种表现，就要注意疏通经络了。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帮助身体打通经络。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跪立在上面，2腿分开和肩同宽，上半身保持挺直，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然后身体向左侧弯曲。弯曲的同时，右手向左上方伸直，左手则向右下方伸展，这样用力拉伸3秒，身体再向右侧弯曲，左手向右上方伸直，右手向左下方伸展，这样反复练习2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身上的肝经、脾经、心包经等，有很好的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的作用。常说立秋后3不睡3不做，指的到底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吃饱了不睡。很多人晚饭吃的比较晚，所以吃饱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不利于消化和吸收，不仅会引起肥胖，还会导致肠胃疾病。第二个，头发湿不睡。有的人为了早上节省时间，喜欢在晚上洗头发，洗完还没等头发干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引起头痛、感冒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三个，有心事不睡。现在很多人的压力都比较大，所以常常会带着心事入睡，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影响睡眠质量，引起神经衰弱甚至抑郁的情况。
3不做。第一，不吃生冷食物。立秋后天气转凉，所以应该注意保暖，少吃生冷的食物，不然容易导致寒气入侵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用凉水洗澡。立秋后天气还没有完全冷，所以很多人还是会用凉水冲澡，这样也容易让湿气和寒气进入身体，时间长了，疾病也会找上门。第三，不剧烈运动。锻炼身体虽然对身体好，但是立秋后大家尽量不要在室外做剧烈运动，要不然超出自己的运动量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立秋后上面的这几件事，只要做好，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，让你秋冬少生病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